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塔罗的低语，我是 Nico。那我们今天要占卜的课题是关于你未来结婚对象所具有的特征，你们会在一个怎样的状态，或者说何时会遇到对方，对方会带给你们怎样的影响，以及天使神谕卡给你们的一些关于未来人生、爱情的建议和指引。那在我们面前呢，从左到右有4组牌，分别是第一组牌、第二组牌、第3组牌、第4组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选择和你们连接最紧密的一组牌。稍后的话我会做出解读。那我们在选牌的过程当中，可以在弹幕当中打出领取好运，来领取我们的专属好运。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选牌了。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一组牌。那首先呢，我们在第一组牌当中看到你和你未来的结婚对象，你们会有一个非常稳定和圆满的关系，或者说婚姻。因为这一张权杖4代表的是稳定你们会携手的走入到一段稳定的关系当中，共同抵抗这个世界的荒谬和孤独我能够看到，这是一段能够令你们随时都感到宾至如归的感情。因为你们的这种感情不仅不会在琐碎当中被消磨，还会在琐碎当中得到升华。而第二张牌呢，是对方所具备的一些特质。首先他是一个星币骑士，真诚、富有、慷慨，这是你对他的第一印象。那么对方他所从事的工作呢，也更有可能是金融证券自由职业者或者说创业者。你们认识到对方的时候，他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这种事业上的成就。那么星币骑士这种土象特质的性格都是比较踏实的，在你和他相处的过程当中，其实你会感受到他是一个特别慷慨和大方的人。只不过有的时候呢，你和他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可能他会比较固执，容易钻到牛角尖里边，但是恰恰是他的这种性格会比一般人都要更加的坚韧，不会轻易的放弃，无论是感情还是他的事业。因为他认为放弃可能也会变成一种习惯，如果随随便便的放弃，就会滋生放弃的习惯，原本可以解决的问题也变得无法解决。所以说他的性格特质会极大的影响到你对待这个世界的态度和价值观。而第三张牌呢，星币7的逆位，代表的是你遇到对方的时候，他可能正处在一个事业中的瓶颈期，久久没有取得突破，或者说内心当中压抑了很多情绪和执念。因为土象特质的桃花其实都不擅长于表达自己的感受和需求，更多的时候他会自己消解负面能量，而也是你们在他最煎熬的一段时间遇到对方，也正是对方遇到你们的时候，你们会给他提供非常多的这种精神上的支持和力量，你们能够帮助他们走出未来所遇到的那个困境和瓶颈期。而第4张牌呢，星币3，是你们自己在未来的这种学习或者说学业工作上遇到的这个人，可能是在一个演讲上，或者说会议上，也可能是在自己工作出差的过程当中。总而言之，这张星币3代表的是你们会在学业和工作上遇到对方。我觉得这张牌给你们的指引，就是在自己未来的这种学业工作上，也要积极的拓展自己的人脉。走入到人群当中他们也许会在这个旅途当中给你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惊喜和脱单的机会。那么接下来的这4张爱之神谕卡呢，首先第一张牌就是 It is safe for you to love， 对于你们来说，爱情是安全的。可能说你们过去的感情当中曾经会有过一些不愉快的经历和回忆，会让你们对于开启一段新的感情多多少少会有心理阴影。那么这张牌呢，大天使就想告诉你，进入到一段亲密关系当中，对于你们来说是安全的。现在的你们正在孤独的面对这个世界，你们需要一个人，你们需要生命当中的一个人和你们建立深度的联系，好让你们拥有抵御糟糕的生命能量。而第2张牌呢是 Make the effort， 你们需要做出努力这种努力是变成更好的自己的努力。之前的你们总是努力的挣扎着，极力避免做出破坏关系的选择和决定，但是呢，又总是事与愿违。那么这张神谕卡告诉你，无论你们现在单身，还是说未来会进入到一段亲密关系当中，其实你们能够把握的只有自己。所以说，如果要收获一段满意的关系，你们先要收获一个满意的自己。而第3张牌呢是 Past Life Relationship， 就是当你们和我们牌面当中的这个
结婚未来可能进入到婚姻当中的这个人出现的时候呢，你们两个人在前世会有一些联系的。你们两个人在见到彼此第一面的时候，就能够感受到灵魂深处那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而第4张牌呢是 soul mate， 也就是说对方他会成为你的灵魂伴侣，因为他不仅能够懂你的语言，他也懂你的沉默，他理解你的一切，他同情你的一切，他爱你的一切。而接下来的这3张爱的序神谕卡呢，首先第1张牌就是 be supportive。这张牌带来的指引是你们的感情是受到大天使的支持和保护的，天使会照看你们未来的每一步。而第2张牌呢是 willing to express love，你们要有意愿去，或者说有意识的去表达自己的感受。你们之前的感情出现的问题，可能就是因为你们不善于去表达自己的感受和需求，而这会让你们错过一段珍贵的关系，或者说在感情当中造成一些误解。那么表达自己的感受，其实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你们总是不自觉的去考虑自己说出来的话会造成怎样的后果和影响。你们总是过度的关注别人的感受和需求，所以说勇敢的表达自己的需求，它其实也是需要勇气的。你们在感情当中似乎还缺少一点勇气，这种勇气是表达自己感受的勇气，是能够直面一段关系的勇气，也是直面自己的勇气。所以说谈一段恋爱真的能够帮助你们变成更好的自己。而第3张牌呢是 turn on your heart light， 重新打开你的心扉。在接下来的人生当中，你们要先变成自己的光。也许现在本应该是闪闪发光的你们正在黑暗当中，但是如果人不经历黑暗的洗礼，就无法见到光明。人如果不经历残酷的磨砺，就无法期盼幸福。你们越是热爱生活，越要自爱，越是美好，越要直面阴暗。所以说你们要相信的一点就是天亮后就会很美。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2组牌。首先呢，现在的你们就是在这组占卜当中出现的皇后牌的逆位，你们低估了自己在恋爱当中的魅力，你们总是对自己要求过于严格，近乎苛责的一种状态。你们不够自信，总是在怀疑和否定自己。实际上你们是自带光环的女皇。那么这种女皇牌呢，其实是会让你们的生活当中吸引一些烂桃花来追求你们，而你们自身呢又不是很懂得去拒绝别人。但是呢，你们首先要客观的认识到你们自己，因为你们对应的是女皇，而且你们自身的魅力是被压制的。其实你们总是不知道应该如何自信起来，但是你们首先应该认识到的一点就是，自信其实从来都不是成为一个完美的人，而是你们能够看清楚自己的优缺点，不断的接纳自己，一直在进步，一直在变得更好。首先你们要坚定这一点。而第2张牌呢是宝剑国王。那宝剑国王是你们未来所遇到的正缘，或者说人生伴侣。那么宝剑国王它对应的这种特质呢是典型的风象星座，可能是天秤座、双子座或者说水瓶座。那么宝剑国王其实对方是一个非常思维很缜密很理性的桃花，但是同时他也有天马行空的一面，不喜欢被束缚，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而你们自己呢，恰好也不喜欢被束缚，不喜欢被命令，你们脱离了低级的趣味，你们总是对一些神秘莫测、抽象、天马行空的事物感兴趣。你们对于现实生活和人际关系也会感到有一些无聊乏味，甚至是抗拒。所以说对方的到来会打破你们现在所经历的这种沉闷的生活，让你们感觉到生活原来本身是值得期待的，让你们拥有一些抵御糟糕的生命能量。当你们2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你们2个人既可以成为海上的明月，又可以成为人间的烟火。你们既可以天马行空的憧憬未来，又可以脚踏实地的生活。而这是你们2个人所认为彼此相处过程当中最好的一种状态。那么第3张宝剑2的逆位呢，代表的是你们现在处在一种很纠结、很矛盾、很分裂的状态当中，而且总是因为自身过度纠结的性格而无法做出有效的行动和决定。
那么第4张牌宝剑4的逆位呢，你们近期可能尤其要注意自己身体健康方面的问题，而且呢，从宝剑4这张牌面可以看到，你们有这种自我封闭的倾向和趋势，而且你们能够意识到这种问题，但是总是没有办法控制，可能你们自身也有着某种社交恐惧症。所以说这组占卜不仅仅是你们未来遇到的这个人生伴侣啊，它能够给你们人生注入一些新的活力和能量。那么这组占卜给出的指引也要求你们主动的走入到人群当中去，这样才能够更好的遇见对方，同时也遇见更好的自己。而接下来的这4张爱之神谕卡呢，首先第1张牌就是 engagement。你们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有激情有彼此欣赏，还有彼此承诺。那么这种承诺会填满你们现在内心当中一直以来所匮乏的安全感。而第2张牌呢是 passion。一种激情的能量，你们2个人第一眼见到彼此就能够确认你们是彼此一直在等待的人。而第3张牌呢是 trust， 信任，一种对于未来深深根植的希望感。那么我刚才在解牌的过程当中提到，对方会让你感到生活依然是值得期待和向往的。你们在建立联系的过程当中彼此信任，遇到并看到更好的自己，也能够被对方身上所具备的某些特质所影响。你们既可以彼此独立，又可以在建立连接的过程当中产生一种伟大的力量，让你们对于未来的生活充满勇气和信心。而第4张牌呢是 chemistry， 一种化学反应。你们遇到彼此的时候产生的这种化学反应，你们会得到一种或者说感受到一种来自于大脑内部的奖励，就像多巴胺一样带给你们的快乐。这是你们2个人在建立连接的过程当中所能够收获到的一种愉悦。而接下来的这3张爱的絮语神谕卡呢，是塔罗，或者说在你遇到对方以后，它带给你的一些影响和改变。首先第1张牌就是 slow down， 慢下来。所以说对方出现在你的生活当中，会极大程度上缓解你们自身的这种浮躁和焦虑，让你们重新学着去热爱生活。泰戈尔曾经说过，当我们真正开始热爱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才真正的活在这个世界上。所以说你们现在就可以让自己慢下来，因为你们之前一直在被环境所推着走，不断的赶上一趟又一趟的人生的列车。你们有的时候甚至因为太过匆忙而忘记了自己为什么而出发。你们也要告诉自己，你们可以允许自己走得很慢，但是千万不要让自己后退。而第2张牌呢是 honesty is essential。你们在和对方相处的过程当中，你们需要诚实的面对自己，你们需要诚实的面对对方，不对自己撒谎，也不对对方撒谎，彼此真诚的对待未来的关系，不自欺欺人，也不逃避现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就会放下自身的执念，去拥有更多你们还未曾拥有的美好。而第3张牌呢 You are limitless。对方的出现会让你们感到自身之前未曾意识到的一些潜力，你们会在这个过程当中被坚定的选择，真诚的对待彼此，在深度的交流当中共同成长。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3组牌。首先呢，第3组牌的第1张权杖5代表的是你们近期可能会面临到一个很激烈的竞争，考试选拔，或者说你们现在处在一个很混乱的状态当中。而第2张牌呢，星币6代表的是你们过去的感情当中曾经犯过的错误，总是容易过度付出和过度依赖。这张星币6也代表的是你们在近期可能会有比较大的这种金钱方面的支出和开销。而第3张牌呢，隐士牌，你们未来的人生伴侣，他是一个深藏不露的隐士，你们会在这种隐士身上找到一种安全感，因为隐士他是一个不善言辞的行动派，一个理想主义者。对方手里拿着的那盏灯，是他在遇到你之前，一个人独自在黑暗当中行走了很长的时间。所以说，你们未来的人生伴侣，他是一个思考者。而这张隐士牌呢，对方的内在有一种厚重的精神，或者说文化上的沉淀。
那么你在和对方相处的过程当中，你会获得一种极大的安全感。抽到这组牌的朋友们，你们自身也是一个思考者，因为你们的内在有着远超于你们年龄的一种智慧和成熟，因为有着相似的灵魂，而且彼此映照，得到慰藉。你们在遇到对方的时候，就会感受到你们彼此存在的合理性，也会找到这种生命的意义，就是和对方建立这种伟大的联系。而接下来的这4张爱之神谕卡呢，第一张牌就是 Free Yourself， 释放你们自己，释放你们自己内心当中的某种执念，或者说放下你们内心当中的某个包袱，轻装上阵。从这张牌面当中给出的建议啊，可以推断出你们内心当中有很多的心事和烦恼，一直困扰着你们，会变成你们自身的某种执念或者业力啊，让你们看不清楚前方的路在哪里。你们现在需要主动的释放掉这种执念。而第2张牌呢 ，Attraction， 吸引。这种吸引呢，它告诉你的是，对的人是不需要你努力寻找的，因为你们的爱不是目的，而是顺其自然后的结果。要记住，当你们全力融入当下，活出自己最大生命力的时候，你们就是闪闪发光的最好的自己。而第3张牌呢是 Let your friends help you。你们未来遇到的这个人生伴侣，可能是通过你们身边朋友的介绍，你们身边的好朋友会帮助你们找到人生的伴侣。而第4张牌呢是 Unrequited Love。你们一开始认识到彼此的时候，可能不是特别的顺利，因为你们彼此的心意都没有表达出来。你们2个人其实都不是很擅长于表达自身的感受和需求。你们喜欢对方，但是又没有说出口。但是在相处的过程当中，会逐渐的了解彼此，而你们的这一段感情一定是有回应的，双向奔赴的。所以说，你们2个人会在未来某一个阴差阳错的时机下，明白彼此的心意，然后走到一起。那么接下来的这3张爱的絮语神谕卡呢，第1张就是 Embrace your emotions。对方的到来呢，会让你敢于去释放自己内心的情绪。对方会告诉你，你的情绪是被理解和接受的，你是安全的。而第2张牌呢是 Do something for someone。你们2个人都会为彼此做出一些改变，而这并不是妥协，是为了对方而变成更好的彼此。那第3张牌呢是 Back to what you love， 回到你们所真正热爱的一些事情上面。这也是对方在来到你们的生活当中后，鼓励你们去有勇气选择属于自己的人生拿回自己真正的力量，去按照自己的方式度过一生。并且对方的到来也会让你们明白，或者说会一定程度上缓解你们的焦虑，因为平庸并没有什么不好，生活本身就是幸福。你们之前所一直渴望的大海，其实你们会发现，你们一直就身处在大海之中。所以从现在开始，你们要勇敢地从过去走出来，因为在接下来你们会遇到一个更好的人。没有什么不可治愈的伤痛，也没有不能结束的沉沦所有失去的都会以另一种方式归来。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4组牌。那么第4组牌的第1张牌呢，圣杯4的逆位，也就是说未来你们的人生伴侣，他会在你们人生的一个困境或者说低谷期当中，它相当于是宇宙馈赠给你们的礼物。而这张圣杯4的逆位呢，它其实代表的是一种得与失之间的平衡。因为没有不可治愈的伤痛，也没有不能结束的沉沦所有失去的都会以另一种方式归来。而这张权杖的逆位呢，代表的是你们可能在过去失败的感情当中一点点的对爱情失望，你们可能现在已经没有了当初那种对于爱情的悸动和热情。关于什么时候遇到你们的真爱，其实你们只要记住这样的一句话，就是常常是最后一把钥匙会打开那扇门。所以你们之前所经历的那些失败的感情，本质上都是对你们成长的邀请。你们在建立联系的过程当中会得到成长，学会爱与被爱。有的时候成长的代价就是我们必须要经历很多的失望，但是你们要记住，所有失去的都会以另一种方式归来。你们在过去感情当中所经历的失望和遗憾，都会在未来你们的那个人生伴侣上得到补偿。
而第3张牌呢，圣杯国王，这就是你们未来会遇到的正缘，或者说对方会和你们进入到一段婚姻当中的人生伴侣啊。对方是这种水象特质的人格，有着一种很温柔的疗愈能量，懂得照顾自己和伴侣，能够体谅他人。他们的内心因为十分的强大而滋生出一种体恤式的温柔，能够看到你们自身身上的闪光点，而且呢，它会突然进入到你们的生活当中啊，让你们能够忘掉一些过去的遗憾和回忆，让你们能够拥有一种变得更温柔、变得更好的动力。所以说，你和圣杯国王的感情之中呢，其实拥有能够鼓励彼此行动的勇气，是彼此陪伴，共同成长。对方会在你需要的时候成为你的铠甲，对方在你的眼中就像一道温暖的光啊，一个避风的港湾。那么这张节制牌呢 ，Temperance，它带来的是一种节制和克制的力量。这张牌它其实让我想到了刻在阿波罗神庙门口的菲尔德神谕。凡事勿过度，盲目承诺带来痛苦，认识你自己。那我想这就是塔罗想要给我们的指引。那么接下来的这4张爱之神谕卡呢，首先左边的这张 Let go of control issues， 要放下你们在一段关系或者说感情当中的控制欲，因为爱不是目的，爱是顺其自然后的结果。而第2张牌呢是 This could be the one， 我们在占卜当中看到了这个非常浪漫的正缘，它会成为你们的人生伴侣。那么这组牌面带来的指引，或者说你们未来遇到的这个人，他也是一个很浪漫的人，或者说他能让你们用浪漫主义的滤镜啊，用一个善意的角度去看待和对待这个世界。而第3张牌呢是 Healing Family Issues。你们过去可能一直以来不够顺利的亲密关系，或者说你们可能下意识的逃避某种亲密关系，是因为你们原生家庭带给你们的一些影响。那么这张牌告诉你们，如果你们想要遇到牌面当中所提到的这个正缘，或者说人生伴侣，那么首先你们要疗愈自己过往原生家庭带给你们的创伤，让你们能够真正的敞开心扉去信任一个人。因为你们要明白的是，建立连接的力量是伟大的，你们会看到对方的心和对方的灵魂共舞，那个时候力量自然就会来到你们的身边。而第4张牌呢是 You deserve love， 你们一直都值得爱，值得被爱，你们是可爱的。你们在过去的亲密关系当中可能非常渴望证明自己值得，但是你们所值得所有美好的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不需要证明的。你们要相信你们的优点也许会吸引来一个非常优秀的人来到你们的身边，但是你们更要相信你们的缺点才能够让你们找到那个对的人。而接下来的这3张爱之神谕卡呢，首先第1张牌是 Focus on Love， 你们的烦恼有的时候在于你们太过于专注你们的烦恼，而你们在爱情当中反而不够专注于爱情，因为你们总是考虑太多的外部因素和制约，这就会让你们变得畏首畏尾，瞻前顾后。而第2张牌呢是 True Love， 那这也是一张非常浪漫的牌啊，说明我们这组占卜当中出现的这张圣杯国王，它会是你的真爱。那么第3张牌呢是 Love Who You Are， 这张牌是你们未来遇到的我们牌面当中出现的这个正缘，它带给你的影响，它会鼓励你们爱自己原本的样子，你们所有的优点和缺点。你们有时候情绪会忽明忽暗，耍小脾气，但是你们同样也拥有可爱的善良和真诚。你们要相信，你们永远值得所有的美好。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